好，今日我哋想講政府干預嘅最後一個環節，叫從量補貼，或者有時叫津貼啦，都係同一個意思啦。咁香港有冇例子啊？咁有啦，每年最大嘅開支，醫療啦、教育啦，所以令到我哋睇醫生，例如政府醫院好平嘅。好啦，咁圖表上點樣分析？咁圖形上津貼可以理解為咧減低個生產成本，津貼20蚊咧就令到我個成本咧減低咗20蚊，所以咧供應咧係會垂直咁樣向下移動嘅，咁即係增加咗。咁舉個例子，以前我哋100蚊咧，供應商就肯做10件噶啦，但係而家政府每單位津貼20，咁我只要收80蚊，我都肯做10件啊？點解啊？因為依家嘅80蚊加埋20蚊嘅津貼，即係以前嘅100蚊，我做翻咁多，所以總結津貼咧係會減低生產者嘅生產成本，導致咧供應增加咗嘅。好啦，咁對價格同數量有乜影響？我哋拍埋需求去分析啦。好啦，所有嘅分析都係啦，我哋打咗個底先，一切由0開始，原本向下嘅需求，向上嘅供應，原本嘅價格同數量 P0 同 Q0， 咁然之後咧改變咗之後，我哋慢慢加上去啦。好啦，最初步嘅分析啦，就係話津貼咧減低咗生產成本，導致供應增加，供應增加咗，價格會平咗啦，數量會多咗啦，咁所以我哋喺公立醫院睇醫生，價格係好平嘅。咁而中間嗰個距離咧，就係每單位嘅津貼啦。好啦，跟住個操作就深少少嘅，我哋而家做 Q1 啦嘛，我哋由 Q1 動上去，動到最高，然後拉多一條線。其實嘅目的咧係希望咧揾到咧政府喺 Q1 底下總共俾咗幾多個津貼。其實我哋睇到啦，而家做 Q1 每單位津貼咁多，咁所以成個大面積咧就係政府嘅俾咗幾多嘅津貼啦。咁然之後我哋將政府嘅津貼再細分。好啦，我哋拉多一條線，就係咁樣嘅。好啦，頭先講咗啦，喺 Q1 底下乘翻個每單位津貼，就係成個面積兩個加埋，就係政府嘅津貼額啦。咁點解我哋會跟住會分開兩個面積呢？上邊同下邊嘅部分呢？咁先睇下邊嘅部分先，下邊嘅面積其實你睇到啦，係因為津貼咗之後價格平咗。咁我哋話啲嘢平咗，其實係邊個得益啊？消費者買啲嘢平咗啦嘛，所以係消費者嘅得益。嚟多次，下邊個面積係津貼咗之後減價嘅部分，所以下邊嘅面積係消費者嘅得益。好啦，咁剩翻嗰個面積係邊個嘅得益啊？咁我哋會話係生產者嘅得益。咁我哋就會咁樣分噶啦。政府抌咗一嚿錢出嚟，就係成個大嘅面積啦。咁然之後我哋斬開減咗價嘅部分呢，就係消費者嘅得益。咁剩翻個部分呢，就係生產者嘅得益。跟住就去到呢一 part 最深嘅部分啦。頭先講咗津貼呢，消費者同生產者都有得益嘅。咁究竟喺咩情況底下，邊個攞嘅着數會多啲呢？我哋話係同彈性有關嘅。咁考試呢，你只係要寫到個結論得噶啦。咁其實呢，只要同學方便記到嘅話呢，咁用自己容易記嘅方法咯。咁我會叫同學用一啲想象力嘅，例如有一個氣球咁樣，呢個氣球呢，就係政府嘅津貼啦。好啦，咁呢個津貼最後會邊個攞到呢？咁我試下俾消費者啊。如果消費者彈性大嘅話呢，會將個氣球彈走嘅。明唔明我講乜啦？即係佢攞唔到個津貼，只要彈性大嘅話。咁相反啦，如果消費者嘅需求彈性低嘅話呢，唔彈走呢，佢就可以攞多啲。咁希望同學咁樣會容易記啲啦。總之，需求彈性越大，就會將個津貼彈走，令到佢攞唔到嘅。咁我哋寫個結論先。好啦，我哋文字上寫低個結論，需求彈性高，就會將個津貼彈走，所以導致消費者得益低。但係問題就嚟啦，一切都係比較嘅，咁點為之高啊？咁我哋要補翻啲字咯。咁我嘅講解主要
集中喺需求彈性方面嘅，因為如果講埋供應彈性呢，就會相當複雜，好難記啦。咁我哋只要後邊加多一句咯，點為之高？就係高過供應彈性。咁如果供應彈性高嘅話呢，其實都會彈翻轉頭噶嘛，變咗消費者都係攞翻個得益噶。咁我唔想講到咁複雜啦，我哋從消費者嘅角度去睇。好啦，咁消費者得益低，咁我哋都做翻啲補充啦，都係要比較啦。好啦，消費者得益低，比較低於生產者。好啦，咁調翻轉嘅結論，同學識唔識寫下自己？試下。好啦，就係話需求彈性低，個津貼呢唔會彈走嘅，即係接得住啦。咁所以呢，消費者嘅得益就會高。咁我哋都係從消費者需求彈性做中心去分析嘅。而所謂嘅高同低呢，係同生產者嘅供應彈性做比較，所以我哋要補翻。所謂需求彈性低係低於供應彈性，所謂消費者得益高係指高於生產者。咁冇問題，我哋睇一題實戰咯，past paper。咁同學或者停一停，睇下自己識唔識做啊。好啦，咁關鍵字眼我就間低咗啦。今次係從量補貼，而學生即係消費者嘅得益呢，會大於大學即係生產者。咁要文字方面，我哋應該答邊部分啊？答案應該呢個橙色嘅部分啊嘛。消費者學生要得益大，咁我哋需要呢需求彈性係要低嘅。咁我哋跟住呢答呢個文字之後呢，咁就最後用圖啦，咁就7分嘅。咁所以答案呢題呢好高分嘅，隨時會影響一個 grade 嘅。咁我其實教過大家呢，有個口訣嘅，就係同一條需求直線上邊呢，高彈性呢就要畫高啲，畫喺上邊；低彈性呢就要畫低啲，畫喺下邊。但係今次我哋要畫低彈性啦嘛，咁所以呢，我哋應該呢個津貼呢係放喺下邊嗰部分，然後呢落一個津貼，咁去表示低彈性。好啦，如果需求低彈性，跟翻我哋嘅分析啦，然之後進行一個補貼，咁個情況就係咁啦。咁我哋最後又睇下啦，喺圖上邊吻唔吻合啦？我哋話咧，消費者得益會大啲嘅，咁我哋做一個津貼得益嘅分析咯。好啦，由 Q1 開始動上去，中間嘅距離咧就係每單位嘅津貼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咧由 Q1 掃上去，好啦，我哋揾到成個 Q1 底下政府津貼咗幾多，成個長方形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將個長方形再斬開佢嚟分翻開消費者同埋生產者嘅得益。咁個做法咧就係話咧，將呢個長方形咁樣斬開佢咯。好啦，跟住我哋揾到兩個面積啦，我哋 highlight 佢。好啦，成個大嘅面積兩個加埋，我哋就係話叫總津貼。然之後再睇下邊大嘅面積，邊個係得益啊？好啦，下邊嘅面積，我哋話消費者喺題目上邊係講學生嘅得益。咁點解係學生嘅得益啊？減價嘅部分，減價令到學生呢俾少咗學費，所以減價嘅部分係消費者嘅得益。咁而剩翻上邊面積嘅部分係邊個嘅得益啊？好啦，我哋話剩翻嘅部分呢，就係生產者，題目上邊係嗰個大學啦嘅得益。咁圖上邊亦都符合我哋嘅分析，就係話需求彈性低，喺下邊嘅部分落一個津貼。咁消費者得益咧係高嘅，咁點睇得出啦？消費者嘅得益面積啦係大好多嘅，咁圖亦都符合咗文字嘅分析，咁我哋就可以攞晒啲7分啦。